当事人小姐姐叫小妍，这是她今年亲身经历的事件。小妍发誓，如果我说假话，我一辈子都挣不到钱。当事人小姐姐说，我去年在成都市中心花2100的价格租了一个 loft， 在兰桂坊对面的小巷子里，楼下有很多小酒吧，属于闹中取静的位置。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位置特别好，价格也很便宜了。因为同小区比我小的户型都要2500往上，当时觉得自己是捡便宜了。当事人小姐姐在这个房子里住了1年多，刚开始没什么问题，直到23年9月份的一天夜里，那晚她早早睡下，凌晨1点的时候，突然莫名醒了，看了眼时间，准备接着睡，没想到刚闭上眼睛就听到有人上楼梯的这个脚步声，以为是猫咪呢，就没管。大家看这是他床的位置，在阁楼的2楼，右手边就是下楼的楼梯，可这个脚步很慢。当事人说，我就听他吧嗒吧嗒吧嗒，走到我旁边站着不动了。我以为是猫咪嘛，就想闭着眼睛把猫抱到床上跟我一起睡，但发现自己动不了了，而且我此刻是闭着眼睛的，却能感觉到身边站着一个很高的东西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他说就像2个很大的磁铁同极相斥，然后你把手指放进这2个磁铁中间，感受磁铁的斥力一般。我当时整个右边身子就是这种感觉，右边像站着一个很大块的磁铁。当事人说，我从小就有点灵异体质，经常被鬼压床，所以这次我知道我应该是被压了，也就没有特别害怕。我想等他闹完了自己就赶紧走了，因为我很困。没想到此时我感觉这个东西在我身边坐下了，它坐到了我的床边，我甚至能感觉到我右边的床垫凹下去了一块，陷下去了一点，就好像真有一个人坐在了我床边一样。然后它好像一步一步朝我爬过来，每一步手掌和膝盖撑在床垫上都有下凹的感觉。紧接着它突然压在了我身上，此时我感觉就像是被磁铁的斥力给包裹住了，这种感觉我很难具体用语言来描述。紧接着耳边传来了女人的声音，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，我听不懂，那个声音尖尖细细的，我有点烦了，心里念了什么一堆9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黎明斗者皆阵列在前等等，可是没用，他还是在我耳边叽里咕噜说了不停。我又在心里说了一堆很脏很难听的话。过了一会儿慢慢的耳边叽里呱啦的声音不见了，我突然感觉自己能动了，就像被捆了很久的人瞬间绳子消失一样。我一下子坐了起来，开灯看时间，只过去了10分钟，而我已经出了一身汗了。当事人小姐说，我起身之后指着整个2楼的各个角落骂了一通，因为我之前遇到鬼压床也是这么做的。我感觉这些家伙只是随机路过，我骂一骂他们就走了。紧接着我也没想太多，喝口水就睡了。这一夜我也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总能听见床边有细碎的脚步声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家里面的猫咪弄的。第2天起床就继续的生活了。可是从那晚之后，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情绪变得很低落，开始断断续续的失眠。我以为是老毛病犯了，因为之前抑郁过，吃了药才好。就这样又浑浑噩噩过了一些时间，直到2024年4月8日晚上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当事人小姐姐说，晚上我的好朋友带着他的好朋友小杨来我家做客。这位小杨是我第一次见他，他很厉害，他天生有通灵体质加阴阳眼，是那种可以跟灵体沟通的人。但他平时有自己的职业不是专门做什么半仙驱鬼。这天我们3个在1楼客厅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这位小杨有事儿没事儿就往我的2楼方向瞅，看着看着，他居然对当事人说，小严，我可以上你家2楼看看吗？当事人说，我当时心里毛毛的，说没事你去吧。于是我们3个一起上了阁楼2楼。我们家2楼很小一眼就可以看到底。没想到小杨直勾勾盯着2楼的衣柜看，大家看就是照片中这个白色衣柜。小杨说，你别害怕，我能打开衣柜看一眼吗？当事人同意了。打开衣柜的一瞬间，没想到小杨吐了一点血出来。当事人和朋友2人吓傻了。小杨却说，没事儿，你们别害怕，这是我身体的保护机制，你去拿张纸笔给我，然后你俩下楼等着。当事人吓得大脑一片空白，这种场面还是第一次见。把纸笔给了小杨之后，他跟朋友下楼等着。大概过了2分钟，小杨从2楼走了下来，说，你们不用怕，没什么大事儿，他很早之前就在阁楼里了。然后把纸递了过来，大家看，上面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生日与时间。小杨对当事人解释说，那个柜子里是一个已故的女孩，她没有恶意，
他说她是你房东的女儿，她叫楚明江。当然哪个楚啊，哪个江啊，哪个明啊，咱们也不确定。总之就是这个发音。接下来啊，咱们就跟她叫小江好了。他说自己是2003年生人，是生病去世的。现在他属于地缚灵，他平时啊就躲在衣柜里，他不伤人，你不用害怕他。这个女孩其实一直管你叫姐姐，她一直很喜欢你这个姐姐，你不用害怕她。他说平时你在家化妆，他都会蹲在一旁看你，学一些化妆技巧，看你平时穿搭衣服，有时你穿的不好看，他还会在一旁提醒你换一身。你跟男朋友吵架委屈什么，他都在旁边安慰你，只是这些你都听不到，他没有恶意，你不要害怕。当事人问小杨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小杨说，是他告诉我的。他现在还在说个不停呢。说罢，小杨向楼梯看去，对着空气说，没事儿，我不抓你，你过来。紧接着小杨说，他现在就在你的旁边。当事人说，听到这些我其实也不害怕了，甚至感觉心里暖暖的，因为我以前认为鬼都是怨气十足会害人的东西，没想到这世界上还有好鬼。然后我转过去对身边的空气说了一句 Hello， 然后问小杨，这小江他有什么诉求吗？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房子里？小杨盯着空气看了一会儿，好像在跟空气交流，然后说道，他说他没什么诉求，他只希望妈妈和妹妹都好好的。当事人听到这里啊，说我本来只信30%，可我现在信70%了，因为我房东第一，她是真的是个女人，年纪很大了，有一个女儿正在上小学，按时间计算，她可能之前啊真有一个女儿，难不成他的女儿去世了，就是我屋里这个楚明江。当事人说，这是我跟小杨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能说出我的房东是女的，等等等这些信息，我不相信是假。紧接着小杨问当事人，你愿不愿意让小江继续留在这个房子里？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房子的地缚灵，阳寿未尽，他只能暂时留在人间。他说如果我们赶他走的话，他就没有别的地方去了，而且他说他会保护这个房子里的人，并且他保证不会打扰你的生活，他只求一个能遮风避雨的地方。他跟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之前给你弄的鬼压床是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影响到阳间的人，你不赶他走可以吗？当事人想了想说，这女孩也怪可怜的，就让她待在我的衣柜里吧，不影响我生活就行。最后小杨又对着空气探讨嘱咐了几句话，说不管你再喜欢这姐姐也好啊，你们两个是阴阳相隔，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你现在没地方去，姐姐同意让你在这里做一个栖身之地，你不准做越界的事儿，如果你敢做越界的事儿，我马上过来收拾你。临走之前，小杨又独自上楼嘀嘀咕咕跟这个所谓的小江啊嘱咐了几句，然后三个人就出门了。下楼以后，小杨继续讲，小江这个女孩啊太犟了，她刚才跟我说什么张佳云之前不让她考 UCL 等等。听到这里，当事人脑子直接嗡的一声炸了。你说什么？这张佳云，我的房东阿姨就叫张佳云啊，我没跟任何人讲过，而且面前确实这个小杨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啊。当事人说，我现在100%相信2楼柜子里这个东西真的存在了，而且她就是房东已故的女儿。小杨啊继续不紧不慢地讲，他说他之前想考 UCL， 但妈妈不让，他成绩特别好，没想到高考之前生重病去世了，直到现在他都已经死了，都在遗憾为什么没能去伦敦念书，为什么妈妈不让他考。小杨说，我刚才在2楼啊还一直安慰他说，你现在也没能力去考了，不如把这份执念放下吧。没想到小江说，我知道姐姐也在研究出国留学，我会帮助她的。听到这里，当事人再次吓傻了，我研究出国留学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呀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当事人说，此刻我已经100%相信这个楚明江的存在了，相信小杨不是骗子。我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我当时有多震撼。把2位朋友送走之后啊，我独自回到家里，虽然有点别扭啊，知道家里不止我一个人了，但想到小江不会害人，他很善良，还说要守护这个房子，我就不再对此感到忌讳了。后面的几个月啊，我正常生活着，每次打开衣柜之前，我还会说一句，小江，我要开衣柜喽。除此之外，日子照常过。但是家里还会偶尔莫名其妙出现奇怪的声音，比如键盘自己发出打字声，衣柜里有稀稀疏疏的响声。我虽然有一个万能的答案，就是这些都是小江干的，但说一点不害怕那也是假的。当事人说，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家里奇怪的声音又变多了，而且我开始渐渐感觉浑身不舒服，虽然没有再鬼压床了，但
依旧非常难受。这段时间我特别想去房东张佳云阿姨那里求证一下，她是否真有一个过世的女儿叫楚明江。但那天我问小杨了，我可以去找房东求证吗？小杨盯着空气几秒钟后说，小江他不想让你问妈妈。小江说他不想让妈妈知道，求姐姐别去问了。当事人想了一下，也是，我贸然去问房东这种事儿，没准会被人当成傻子啊！如果世界上没有小江这个人，我去问房东，房东会觉得我有病，装神弄鬼。如果真有小江，那莫名其妙去揭人伤疤，说人死了一个孩子，这也挺不好的。我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里。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到了2024年7月左右。2024年7月12日中午，当事人鼓起勇气给房东阿姨发去微信，当然他问的比较隐晦啊，您认识一个叫楚明江的人吗？还故意把楚字换了一个同音字。没想到房东阿姨说不认识，当事人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不会是小杨在骗我吧？那我这几个月在家里疑神疑鬼，我不缺心眼吗？但转念一想，不对，他没有理由骗我呀。他没有管我要过1分钱，还一直不断安慰我忙前忙后。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说出了我的房东名字叫张佳云。接着大家看，当事人用比较委婉的说法呀，跟房东张佳云讲了个大概，说我做梦梦见了一个女孩，她说是你女儿。可房东阿姨说她只有一个孩子，人家现在活得好好的，上小学呢。紧接着本起事件中最为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当事人又和房东张佳云阿姨聊了一会儿，才知道这位房东根本不叫张佳云，张佳云是他的网名，他的真名啊叫张某某。当然这里是人家真名嘛，咱得给人家隐去啊。当事人去翻了合同，想起来了，阿姨啊在合同上的真名确实叫张某某，不叫张佳云。那这里就非常恐怖了，如果房东阿姨不叫张佳云，那小江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如果房东不叫张佳云，那小杨是怎么能说出人家的网名张佳云的呢？小江到底是谁？当事人说我不敢想了，盯着楼上的衣柜心里发毛。最后当事人和男朋友冷静分析，得出了一个最终的结论，是小江骗了我们所有人，也包括通灵者小杨都被他骗了。因为小杨来我家的那天下午房东阿姨曾到我家处理水管的问题，顺便和我聊了聊他孩子正在上小学这个事儿。我怀疑这个小江当时就在屋子里听到了我们的对话，他也看到了我跟房东发微信的时候，我给房东的备注叫张佳云，于是他认为这是房东的真名。甚至我在网上搜索留学信息，想要考国外大学的时候，他也偷看到了，然后他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没考上 UCL 遗憾的故事叫什么楚明江，她是什么房东张佳云的女儿，这一切都是他给自己编造的身份和背景，为的就是骗过小杨和我，好名正言顺的让我们同情心泛滥，答应他留在家里。他欺骗了我们所有人，而他到底是谁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当事人小姐说，此时不管我们的结论是不是真相，这个房子都不能待了，要赶快搬家，这个小江也不能留了。紧接着当事人联系了小杨，问能不能帮忙把这个家伙送走，因为他会欺骗人，指不定将来还会做什么事儿呢，他已经不值得同情和信任。当事人说，我和对象在楼下的饭店联系了小杨，小杨在外地出差回不来，但他教我们，让我们准备1瓶白酒、1个鸡蛋、1双筷子、
一个碗。买完之后我们就上楼了，没想到刚一回家，我们发现2楼像进了贼一样，键盘斜着摆在桌子上，鼠标摔在地上碎成2半，显示器直接被推成斜的，电竞椅被放倒了，放在楼梯边上，电脑自己开机了，显示器的分辨率和桌上的软件排序都乱了，这些怎么都不可能是猫干的吧？那答案显而易见，只有一个了。再次电话联系了小杨，给他讲了家里的情况。小杨说：“先不用管他，他知道自己今天无论如何得走了，在那儿闹呢，让他闹，你们接着按我说的去做就行。”接下来啊，这些做法驱魔的具体细节啊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暂停观看啊，还是咱们节目的老规矩，略去不表。总之，最后小杨在电话里说：“没事儿，不用担心，他已经走了。”当事人说：“此时啊，我已经被吓得腿软了。”又问小杨：“那他到底是个啥呀？这个所谓的楚明江？”小杨在电话里说呀：“最开始啊，我听他说，我以为他是地缚灵，没想到他是骗人的。现在可以确定了，他绝对不是普通的鬼，因为普通的鬼啊，咱说实话都是呆呆的，问什么就说什么。他们失去3魂6魄了嘛，没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啊，只会默默的乱飘，给人捣乱，吓唬人什么的。但是你房间里这个家伙呀，这个所谓的小江啊，他会骗人，智商非常高，他还非常坏。他会移动东西，会影响房子里人的精神，他会博人同情，他应该是修炼的挺久的精灵那一类的家伙了。小杨说：“不要害怕，等我出完差回成都，马上去你家再帮你看看。”几天后，小杨回到了成都，如图又来当事人家进行了一番法事。小杨在纸上闭着眼写字，写着写着就吐血了。大家看，这是当时的图片。小杨说：“你们小区的格局就是巨阴的，只进不出。”当事人说：“确实，我们楼下那一整条街风水都是出了名的差，明明位置很好，但那条街的生意都特别差。我在那儿住了1年，楼下的电脑换了一茬又一茬的。”不久之后啊，当事人小严就直接在成都买房了，搬家了，不想那么多了。现在整个人也精神抖擞，恢复正常，不会精神敏感的疑神疑鬼。直到现在啊，到今天啊，几个月过去了，一切恢复正常。我从当事人小严的朋友圈里看到，他确实今年8月啊买房子，看来啊一切都已过去，万幸。只不过当时那个自称楚明江的家伙，他到底是谁，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了。如果大家生活中啊，咱们半开玩笑的说，如果认识已故的人有叫楚明江的啊，这3个字同音也算，请大家留言分享。